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段关系？热恋时，他秒回你的消息，记得你的喜好，迫不及待想见你。可后来，你的每一句在吗，都像空气。你开始变得敏感，变得小心，变得连问一句你怎么了都要犹豫。明明还爱着，却越来越不敢表达。明明还在一起，却越来越像一个人生活。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爱情的温度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关掉的？为什么越爱越容易变淡？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成千上万段感情共同的结局。而今天我要讲的是我朋友安宁和她的男友李佑的故事，一段从炙热开始却慢慢降到冰点的爱情。安宁认识李佑是在朋友的生日局，那天大家围在吧台聊天，音乐不吵，灯是暖黄的。安宁说，她第一次注意到李佑不是因为长相，而是因为他帮店里一个服务生解了个小麻烦。客人催单后出卡菜，他没摆老板架子，也没抱怨，反而先道歉再补救，还顺手把大家的水添上了。他像个不会让别人为难的人，这是安宁的原话。加了微信之后，进展很自然。李佑会秒回，会问你到家了吗？会发路边的落叶，地铁上的小狗，加班楼里的夜景。他说，我今天很累，但现在跟你说话就没那么累了。热恋来得干脆，他们每天都能找到聊下去的理由。早餐吃什么？今天穿啥？地铁上听了哪首歌？安宁每晚睡前要听李佑讲一个今天的小高光，有时候只是他在便利店买到最后一盒草莓牛奶，有时候是他跟同事解决了一个棘手的 bug。 安宁会笑，称李佑是个可以把小事变甜的人。他们很快确认关系。那一晚在滩边散步，风有点凉，安宁的手指被李佑轻轻扣住。我们试试认真在一起吧。这句话像是对过去所有犹豫的温柔收尾。热恋的第一个月，他们周末会在菜市场买菜，回去一起做饭。安宁切菜慢，李佑调味重，两个人笑成一团。他们有很多小仪式，见面要拥抱3秒，出门前互相检查有没有带钥匙，睡前说3件今天的好事。每周3是无手机夜，一起看电影、拼拼图，或者就发呆。那个阶段的李佑像个热烈的少年，他会提前2站下公交，为的是陪安宁走一段，会把他随口想吃的蛋糕记下来，下次顺手带来。会在安宁生理期的第一天，提着热水袋和红糖出现在他公司楼下，安宁也回应得很好。他会给他做意面，会在他开会前发条全力以赴的信息，会认真记住他每一个小毛病，然后用温柔的语气提醒他说，我不是全能的，但我愿意学习跟你在一起的方式。你看，热恋就是这样，两个人都在用力靠近，都在证明你值得我这么做。第2个月后，变化开始了，不是剧烈的争吵，不是突然的失踪，而是一些细小的不同。消息从秒回到延迟，以前李佑总是到哪儿了？吃饭没？晚安呀。后来变成了好，明天说。时间也从分钟级拖到小时级。安宁开始会开解自己，他可能很忙，但是连续3天的忙会让人心里发凉。2个人的见面逐渐减少，理由却变得相似。临时加班，客户要方案，太累了，咱们改天。改天越来越多，见面越来越少，而语气从热络逐渐到简单化。曾经的我想你，现在变成早点休息。曾经的下雨别忘带伞，现在变成雨挺大。你要说这有什么大事儿吗？没有，但就是这些不吵也不闹的变化，
最容易像风从门缝里进来，吹灭了热恋那盏灯。有一次，安宁很用心地准备了一个小旅行，2天1夜。她提前订好了有露台的民宿，路线排得细致。清晨喝豆浆，午后坐在湖边发呆，晚上吃她一直想吃的面馆。她想给李佑一个喘口气的周末。出发前1天的晚上，李佑说：“老板临时开会，我去不了。”语气不重，但干脆。安宁哦了一声，说：“没关系，工作重要。”他确实懂事了，只是挂了电话。可当他退订民宿时，那一刻，他第一次清楚地感到，他2人的热情好像是在往回收。李佑也不是完全不自觉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下周一定补给你。”第2天早上，他还发来一张办公室的照片。我是真的在加班，可你知道，有些对不起是不会把失望退回去的。接下来1个月，安宁开始主动修补。他会问：“你最近压力大吗？”李佑说：“还行。”他再问：“我能帮上什么吗？”李佑说：“不用了，你早点睡。”对话到这儿就没了，不是吵架，是断流。有一次，安宁晚到10分钟，李佑皱了下眉头，说：“以后能提前说吗？”过去的他会先笑：“路上堵吗？我等你。”现在，他只是看了看表，不是态度差，而是温度差。他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争执，起因很小。安宁想聊聊他们的相处方式是不是该调整。李佑说：“我们别把关系搞得像开会。”那一晚，他们沉默得很专业，谁也没有提高音量，谁也没甩门，但谁也没往前迈一步。后来我单独问过李佑，他不是不爱，他只是累。团队换了 leader， 项目压着时间线走。他说：“我想有个稳定的关系，让我不用随时表达，随时解释。”我以为安宁会懂。你听懂了吗？这是很多男生进入稳定期后的真实想法。我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所以应该回到生活本身，表达能省就省，把精力投向工作，才算对未来负责。可在安宁这边收到的是，你不再把我放在心上了，因为他在热恋里被持续回应，被持续看见。当回应降低时，安全感会跟着一起降。同一份沉默，男女读到的是不同的意思，这就叫做错位。时间来到他们在一起100天那晚，安宁做了顿饭，她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想给这段关系一点仪式感。她等到菜都凉了，李佑才给她发语音：“今天公司聚餐，我就不过去了，过2天我补给你。别搞那么多形式，我们不是学生了。”那一刻，安宁没哭，她只是把蜡烛吹灭，收拾碗筷，打开窗户透气。可她的内心第一次动了要不要继续的念头。我知道会有人说，工作不就是这样吗？是，工作确实这样，但亲密关系没法一直靠理解维持。理解是一次次给的，但消耗掉的却是热情。某天晚上，安宁在地铁上看到一对情侣在吵架，女生说话很凶，男生一直解释。她本能觉得那样不好，但突然就开始羡慕他们，至少他们还在拼命沟通。他和李佑呢？他们连吵都不想吵了。安宁回到家，给李佑发了条很长的消息。他没有控诉，只是把自己的感受说清楚。我不是要你每天报告星座，我只是需要被看见。我们可以不浪漫，但能不能不沉默？我希望你不是在躲开我，而是在靠近我。那条消息一直显示已送达，却一直没有已读。第2天清晨，李佑回了句：“
我再想想。就这4个字，让这段关系真正开始冷掉。不是他回得晚，是他把主动权交给了想想和以后。当以后变多，现在就不再有温度了。为什么越爱越容易变淡？热恋时，你爱的是你投射在对方身上的理想形象，进入真实生活，投射会碎。热度下降不是错，关键在于是否愿意在现实里重新选择彼此。很多男生觉得稳定等于不用表达，很多女生把表达当成被在乎的证据。当表达减少，误解就增加。稳定不是沉默，稳定是可预期的回应。安宁要的是被持续看见，李佑要的是把精力投在未来。期待不同步，亲密就会漏风。修复靠的不是谁更懂事儿，而是对齐彼此的节奏。什么是必须保留的仪式？什么是可以简化的联系？什么是遇到再谈的分歧？亲密的本质从来不是24小时热烈不降温，而是在降温的现实里仍然选择表达。后来的事情是，安宁没有立刻分手，她提出了3个小要求：每周固定1个晚上无手机共处，哪怕只是走路、吃一碗面。重要日子提前说清楚，比如这周我很忙，但周6晚我留给你。遇到问题不能冷处理，不消失，不把以后再说当成挡箭牌。李佑答应了，但一开始做得并不好。他们试着练习把感受说具体。我不是生气，我是害怕你不在我身边。我不是嫌你烦，我只是今天被工作榨干了。我想要的不是道歉，我想要一个拥抱和一个具体的下次什么时候。慢慢的，安宁发现自己不是在等他突然变得很浪漫，而是在等一件更现实的事。他愿不愿意把它重新放在要被看见的位置？李佑也在学，他开始把解释换成表达，把忙换成我今晚9点之后有空，我们能聊半小时吗？把以后再说换成我周5给你补，一起去那家你想吃的砂锅店。结果呢？他们没有回到当初那样的热恋，但关系不再往下坠。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成年人的真实结局：不完美，但可维持；不轰烈，但有温度。那么，给你、给我，也给安宁的3个建议：稳定不是不需要表达，稳定是让对方知道你还在。一句我今晚会晚点到，胜过100个事后补偿。理解不是单方面的退让，而是把彼此的节奏摆在桌面上对齐。什么能少，什么不能少，说清楚比猜来猜去更省力。长久不是靠热烈撑住，而是靠小而稳定的回应。一个拥抱，一次眼神，一个按时出现的身影，都比惊喜更有用。后来安宁跟我说，我终于明白，爱不是一直热烈，爱是有人愿意把温度调回来。这句话我很喜欢。如果你也在这样的关系里，别急着给自己贴标签，被冷落的人，做错的人，你需要的可能只是把我在意你重新说出来，再看看对方有没有回应的诚意。因为亲密关系里最可贵的不是不吵不闹，而是我们卡住了，还愿意一起把它修好。愿你在爱里被看见，也愿你学会看见那个在努力生活、偶尔笨拙的对方。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故事发给我，也许下一次我讲的就是你。